每日未到11點，位於汕頭烏橋嘅三元飯堂門口都會排起長龍。好似人係護，人係條巨呢，無對嗱，人係保護到，你呢啲叫做保護到。每天都會有肉啊？有人就愛去上海當名，我名知嘅。細細嘅鋪頭，蕭毅同義工正喺灶台嗰度忙緊。呢個係一間特殊嘅飯堂，冇固定嘅廚師，冇固定嘅菜式，但係就係附近一啲老人每日固定嘅去處。雖然叫三元飯堂，但就分文不收。有一次，我們朋友之間遞煙嘛，煙比較貴，3塊錢一根。那我說，其實你抽一根，我抽一根，6塊錢就可以做一個飯盒，幫助別人。作為三元飯堂發起人，蕭毅係喺做公益嗰陣產生咗開辦免費飯堂嘅衝動。有一年過年去老人家裡送米跟送油嘛，有位眼睛看不見的老奶奶，桌上的那個飯已經發霉了，但她看不到，她還在吃了。那我覺得說，給他們米跟油，還不如就每天在我們方便的情況下，給他們煮個飯送過去。從2016年開始，三元飯堂每日為附近生活困難嘅孤寡老人、殘疾人等提供免費嘅午飯同晚飯。9年嚟，送出愛心飯盒幾十萬份。免費午餐喺呢度成為咗現實，唔方便嚟攞飯嘅義工陳麗英會送上門。冇啱咪，買走下，買走下。即係，多人係有人，人係無人，伊做就嘅啊，做就做話，點知上晚啲拉伊拉冇去，即係感觸嘅，即係即係就冇咩嘅。咪平時都有直落嘅，能冇得打升打潮。係好似係就驚天啊，點呢十俾嚟就我知住咯，即係好即係。攞粒盡量熟。呢家我去呢，值咩集晒，值咩真係集貨。從最初一日提供20-30個盒飯，到而家每日200-300份，有時一個月嘅食材費就已經將近7萬。為咗降低成本，蕭毅往往會選擇凌晨去批發市場度採購。40盎。其實10斤幾好啊？大家點？我選下啦。青零幾就點？俾我咯。冇拿有米雞就食米雞啦，要煲就扔隻嚟煲嘛。介嗰就調改善掛式生活嘛。人家兼職先生冇就馬的當潮在就改善生活啦。死鮑魚才會硬，新鮮的鮑魚不會硬的。很多老人，你像蛋糕啊、鮑魚這些，他沒吃過嘛。本身這個東西又不貴嘛，你讓他們試一下。食物的意義不就是讓每個人都嘗一口嘛？我們過年煮盆菜是有龍蝦的，但是我們給不了很多，每個人吃一口。喺諗辦法令老人食飽食好呢件事上，蕭毅樂此不疲。輪班嘛，所以我負責下半夜嘛，廚師他們負責等一下煮飯嘛。反正這個事情你開心你就去做嘛。喝酒它也是一種快樂，旅遊也是一種快樂，對吧？你可能你幫助別人，人家跟你說謝謝，真的也是一種快樂嘛。只是大家得到快樂的方式不一樣嘛。除咗工作，蕭毅大部分時間都貢獻咗俾三元飯堂。好在咁多年嚟，佢從未孤軍奮戰。而家飯堂有咗5個常駐義工，曾經嚟領取盒飯嘅劉姨就係其中之一。每朝7點，78歲嘅佢會第一個到。我出了冇意思，我就嚟下我哋冇嚟嘅你少水，冇嚟少水。而家我是唔敢叫咯啊，我嗱每我家己嚟嘅你少水，你就讓佢做起嚟。現在我媽都窮對你，你佢哋直接定我知道，我都冇事做。你夠不夠？再給你一個。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嗎？好多人會叫蕭毅做蕭總，將佢當成領隊，但佢睇嚟，三元飯堂堅持咁多年，係有賴於一個個義工默默嘅付出。
丁風係飯堂廚房嘅主力，無論咩食材都可以輕鬆駕馭。中秋嘅硬菜鮑魚炆豬肉，搭配新鮮蔬菜，色香味俱全。備菜、煮飯、打包，義工持續接力嘅身影喺窄窄嘅通道裏面流轉。好，這些物資就留給老人，物資留給老人啊。別拍我呀！拍他們，拍他們。今年默默堅守9年嘅三元飯堂喺網絡上受到咗前所未有嘅關注，每日送物資嘅人多咗起身。令人意外嘅係，曾經喺呢一度領飯嘅老人喺賺到錢之後，都會買食材送過嚟。人心肉長的嘛，你對他好，他真的會對你好。像那個白頭髮那個大叔哈，他雖然沒有經濟收入啊，他沒有其他能力啊，但他路上看到紙皮啊、塑料罐，他撿過來給老姨賣啊。大家在自己能力範圍內能去做一些幫忙別人的事情啊。中秋佳節，烏橋島一直都有拜月娘、賞月嘅傳統。蕭毅同義工團隊將老人聚埋一齊，熱熱鬧鬧過個節。啊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你們自己拿哈。對好多空巢老人同喺異鄉揾食嘅人嚟講，三元飯堂提供俾佢哋嘅唔單止係果腹之物，更加係一種勝似親人嘅溫暖。來吧，這個肉的。哎呀，照顧到位就行。好，哎，你們這吃好我就開心了。30年來這裡嘛，今年太開心了，雞肉、鴨肉、海鮮太豐富了。我們家人都想不到，你們都能想到了。古往今來，圓滿從來都唔係天跌落嚟，而係源自有心人點滴嘅積攢同經營。正如碳水對於生命，最珍貴嘅唔係錦上添花，而係雪中送炭。快樂！製作碳水，老廣天賦異品，搓圓撳扁，成粉變飯，出盡百寶，無懼煩難。廣東連續一個幾月嘅雨水，令種植戶都好心急。趁住連日天氣好，汕頭蠔江里前社區嘅陳增燦同村民即刻種低最後一批東京樹。這個名是喺當家族，能做埋行名是叫做德奧。這塊德奧是做喺廣上性命，但是都算啲苦，主要是做到喺當家族而。家己種地嘅，然後就是哦，親戚朋友啊，點解見人哋然後互相照種，少量地嘛，冇人種啊，得個。只要少，以前係冇人種，到時等我往嚟種就開始另外種啊。地處南海之濱嘅里前村係一處有住500年歷史嘅古村落，種植東京樹近100年。低山丘陵，沖積平原，獨特嘅環境氣候同沙質土壤，為村民種植東京樹提供咗天然條件。不過，由於效益唔高，以前農戶基本上都只係小面積種植，以供自己使用。2019年，里前村成立里前種養專業合作社，開始規模化種植東京樹。陳增燦睇好東京樹嘅前景。2020年大學畢業之後，返到蠔江，成為合作社裏面最後生嘅一員。唔識就同村民學，一邊搞種植，一邊拍短視頻做電商。陳增燦令東京樹名聲在外，效益上咗去，村民嘗到咗甜頭。喺合作社嘅帶動底下，里前嘅東京樹種植從原來20-30畝到而家將近200畝。經過漫長嘅等待，
冬至過後，東京樹終於迎嚟咗收成嘅季節。清明節後整到當最鬼後整，是不是？做應該煮比人估差不多放喺個月頭頭吧。你話唔對人要食個錢啊，當再熬就是做應該。呢2年合作社雖然擴大咗種植規模，但睇天食飯，東京樹嘅收成麻麻地。食飯就是咱冇算就農產經，舊年雨水比較低，咱雨水就低，個煮嘅產量就偏低。今年年頭嘅水也是有了解，就是今仔個煮愛無咩風。收成全靠人工，埋喺地裏面嘅東京樹盤根錯雜，挖嗰陣要把握好角度同力度，先唔會挖斷東京樹。新鮮出土嘅東京樹根部結樹好似一個紡錘，體型大細不一，似冬筍嘅瘦身版。東京樹嘅東京二字，傳說同福建東山島周邊海域舊陣時叫東京有關。呢種塊莖植物學名叫竹戶，又叫竹根樹、冬粉樹，原產於南美洲，至今有7000幾年嘅栽培歷史。從清代開始，從西印度群島傳入中國。洗乾淨之後嘅東京樹，皮淺黃，肉雪白，帶住絲絲纖維，澱粉含量高。蒸熟之後，香香糯糯，食咗頂肚。喺物資匱乏嘅年代，就係普通人屋企填飽肚嘅神器。東京樹有降火嘅功效，可以用嚟煲湯。鹼纖維少一啲嘅東京樹，切厚片同豬骨同煮，會煲到淡淡粟米香出嚟，清熱潤肺。不過喺潮汕，東京丸先係東京樹最常見嘅歸宿。收翻嚟嘅東京樹，一般揀大隻嘅嚟製作，輕輕剝咗外皮，洗淨。再用特製嘅磨缽將樹塊磨成末，呢個係本地村民多年保留落嚟嘅傳統製作工藝。喺錯落有致嘅齒紋摩擦底下，澱粉展露初顏。磨好嘅樹泥，仲要放喺沙網兜裏邊，一邊沖水，一邊反覆揉搓，直到將東京樹裏面嘅澱粉充分清洗出嚟。想要獲取純度上乘嘅薯粉，合作社有住嚴格嘅標準，淨係沉澱就要重複3次以上。經過多次換水、靜置、沉澱，直至上層嘅水接近透明，就可以倒水攞粉啦。刮走表層帶色嘅粉末，好似白雪咁嘅澱粉塊就呼之欲出，但係成個製作工序先至完成咗一半啫。研碎嘅粉塊，仲要用特製嘅網篩出顆粒均勻嘅細粉。以前喺利前村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做東京丸，但係咁繁複嘅工序令人望而卻步。而家只有村裏面嘅老人可以熟練掌握成套製作技藝。製丸嘅環節，本地人叫做搖丸，呢個係需要臂力同默契配合嘅工序。未濕嘅薯粉裝入布袋度，2個人揸住布袋嘅兩邊，配合搖晃，粉末喺布袋裏面經歷300次以上嘅撞擊，形成丸仔。有經驗嘅老師傅可以憑借搖晃嘅聲音嚟判斷裏面嘅丸係唔係結實。聽到那小小調就好，要不就多點。最後一步，交俾冬日嘅陽光，經過3到7日嘅日曬，多餘嘅水分充分蒸發，注入太陽嘅能量，曬乾曬透之後嘅東京丸可以存放到幾10年。
歷經7道繁複而細緻嘅工序，一個個東京樹搖身一變，變成一粒粒可愛嘅小丸子。100斤嘅東京樹先至可以製成15斤東京丸，就知道有幾珍貴啦。喺陳增燦嘅記憶裏面，細個嗰陣嘅甜蜜味道離唔開東京丸。煮東京丸講究技巧，水煮到將滾未滾嘅時候，一邊攪一邊落鑊，以防黏連。傳統中雙人對東京丸啊，影響攏是變化。做時做菜，咩喜事就要加料伊，然後另外個就是咱無拍燒啊，也是家嫂啊，大人就咱來食涼。攪拌間，白色東京丸就好似西米咁變得晶瑩剔透，同薑薯搭配係最經典嘅潮式糖水嘅做法。煮透嘅東京丸口感軟糯清甜。逢年過節，家人圍坐，一碗東京丸湯，寓意團團圓圓，生活甜蜜。從果腹之物到製作精細嘅糖水，雖然唔係啲咩高檔佳肴，但時至今日，東京丸依舊係潮汕人記憶中嗰一份沁人心脾嘅甜，更係無法割捨嘅家鄉味。乾務鎮嘅西面係珠江出海口嘅崖門水道，呢度江水同海水交融。河道邊嘅灘塗係黃建超同好朋友農忙之餘尋寶嘅好去處。咁你自己攞啊？黃建超所講嘅豬仔螺，粗頂橢圓身，殼面有細密布紋，學名係中華大耳螺。個螺仔啊，好呢個樹啊，個耳仔嚇長長啊嚇。因為佢圓揼哚，身材肥碩可愛，當地人就叫佢豬仔螺。豬仔螺啊，用肺噶，做個人咁呼吸噶，喝水噶，腿條都走下來，水漲佢都長絲噶，識游水噶，浸絲噶。耳螺中意喺紅樹林或者鹹淡水交界嘅河口棲息。又有啦！哇，會結痂啊！耳螺到底係幾時喺呢度出現？土生土長嘅黃建超都冇咩印象。我從細個就識得游噶啦，10零年前嚟先啲撿翻嚟啲冇人要㗎。一個啦。冇啊，咁啊好少咋，啲餸幾緊啦，片刻啦，收工啦。挖翻嚟嘅耳螺需要靜置一段時間，等佢吐淨身體內嘅雜質，然之後先至可以落鑊。呢度咁就已經正啦，晾到上面啦。伯爵係對耳螺最純粹嘅致敬。清水浸過螺身，煮滾20分鐘，熟晒嘅耳螺用牙籤輕輕一撩就可以完美脫出。簡單點啲豉油，食起身已經足夠爽脆鮮美。小小嘅餐台，家人圍坐，凡塵煙火，便是幸福。儋州市海頭鎮坐落喺北部灣之濱，好少有遊客踏足，但呢度就有聞名全國嘅海產品。當清晨嘅樹影俾太陽拉到好長好長嘅時候，就預示住冬天已經嚟到。呢個季節正係曬製海產乾貨嘅黃金時節。一早，梁春同啲姊妹都開始忙啦。這也是拿着那種秋海捕撈上來的魚。我們女人在家的話，就是曬魚啊。男人出海捕撈打魚，女人喺屋企操持家務，呢個係沿襲至今嘅傳統。海曼身體修長，佢全身布滿黏液，要燙都冇咁易。殺之前要把那釘打上去，固定它的位置。處理海曼，
一唔小心就會影響賣相。注意看它的骨頭在哪裡，你不注意把它劈過來這邊的話，這條魚就不好看了。燙好嘅海鰻清洗，關乎到風味嘅純正。它屬於內臟的一部分，不挑出來影響魚的味道。好大哦，你看，可能都有3米。醃製係控制海鰻乾口感嘅關鍵。醃半個小時過一點就可以了。新鮮嘅魚肉喺高濃度鹽分嘅環境底下，魚肉裡面嘅水分會慢慢滲透出嚟，等佢變得結實緊緻。梁春只係通過觸感就可以判斷醃製嘅時間。沒醃製過的魚，它的肉是鬆鬆的。再次清洗係為咗去除表面多餘嘅鹽分，控制魚肉嘅鹹度。晾曬係海鰻風味轉化嘅最後一步。我哋有30斤嘅有，20斤嘅有，最大有40斤、50斤。10斤的魚曬乾後，可能有7斤這樣子吧。喺當地同海鰻乾齊名嘅係大紅魚乾。這條魚啊，大概有10斤左右。大紅魚好大條，骨頭硬，想劏開魚頭就要嘥啲力氣啦。3到5個小時。你看洗乾淨起來白白的，跟豬肉一樣。曬紅魚首先要將腮蓋豎起身。要瀝水呀。天氣好的話，一般都是5天。陽光嘅撫摸、海風嘅興趣以及時間嘅沉澱，共同成就咗海鰻魚乾同紅魚乾。曬好嘅紅魚乾，魚肉肌理清晰，每一片都好似經過精心雕琢咁。海鰻乾皮下一層淡金色脂肪，好似喺度展現緊佢內在嘅豐腴同美味。將海鰻乾同排骨共冶一爐，係當地獨具匠心嘅美食搭配。海鰻乾切成細塊，經過浸泡之後備用。排骨喺鑊裏面翻炒到變色，呢個時候加入海鰻乾，繼續煎炒，到魚皮起泡，魚肉就呈現出誘人嘅金黃色。再燜個10分鐘就好啦。呢味餸裏邊最令人難忘嘅係嗰層魚皮，豐富嘅膠原蛋白經過燜煮之後變到鹹香而富有黏性，輕輕一咬，膠質喺唇齒間纏綿。一家人最緊要嘅係齊齊整整，或者咁就係幸福嘅樣。每日凌晨3點左右，隨住大大細細嘅漁船靠岸，博賀港嘅小碼頭人聲鼎沸。凌勇同朋友夾伙經營咗一間網店，專門銷售嚟自南海嘅新鮮海產。有時佢會嚟早市為顧客去揀一啲最新鮮嘅海貨。我哋博賀港咧，每日都有好多魚翻嚟嘅，基本上每日都唔少於20個品種，九肚、金股、白鯧、龍脷可以全部攞晒俾我。好，謝謝老闆啊！今日凌勇接到一張特殊嘅訂單。我係吳村人啦，遲啲我哋村有年例，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氣好，我要提前訂一批好貨。吳村嘅年例大家知嘅，好出名啊嘛。隨住冷空氣南下，廣東沿海嘅水溫跟住都會變低，凌晨嘅漁港濕冷難頂，接駁遠海捕撈船嘅漁船帶住滿滿嘅漁獲靠岸。嗰啲船真係做10幾天好辛苦㗎，個浪好大嘅。我哋呢邊嘅海域咧，野生嘅鬼蝦都好多嘅。左手邊呢隻係花蝦，呢隻係鬼蝦，
每一年咧9到3月份咧都算係花蝦季。花蝦係寧勇要為年例準備嘅靚貨，因為蝦身淺黃，尾巴後面係鮮豔嘅藍色，又叫做九節蝦。其實咧9節蝦就係花蝦，因為佢身上有一層層嘅暗黃色嘅花紋，意字節節高，所以廣東人咧中意用嚟送禮啦。花蝦對環境要求好高，養殖量唔大，主要靠漁民捕撈。呢啲船翻嚟嘅花蝦咧，品質係最好嘅，因為佢從捕撈上船到我哋手上都係立亂漂嘅。博河漁港係廣東省3大漁港之一，亦係國家級中心漁港。粵西、廣西甚至海南沿海嘅漁獲都會運過嚟呢度進行交易。買翻嚟嘅海鮮，寧勇都會細心處理。我哋啲客咧大部分都係城市入邊啲家庭嚟，好多人唔識劏魚，所以我哋都會劏好。花蝦嘅處理同魚唔同。花蝦咧，我哋係先要用啲高濃度嘅冰水，將啲蝦浸一浸，浸到佢表裏嘅溫度統一。我哋啲野生嘅蝦咧係隨時可以食嘅，做刺身好好食嘅，啲搣咗個殼就可以當刺身嚟食，好鮮甜。好似呢個咧有5頭係1斤，譬如話呢個6頭1斤，所以呢啲唔同嘅頭數咧，啲價格就唔同，越大就越貴。我哋係速凍庫，可以起到零下50度，大概凍個半鐘就可以凍好啦。平時咧，我哋有一部分客戶咧唔知我哋啲海鮮點整嘅，都係我哋喺廚房整好，做成示範俾大家參考。寧勇細個家境唔好，窮人嘅細路早當家，自細練就一手好廚藝。花蝦咧用芝士焗係好好食嘅。8到10頭嘅花蝦，豐腴又飽滿，體內嘅氨基酸含量充沛，正係美味巔峰期。用牙籤將蝦線挑出嚟，沿住背部切開，鋪一層香濃嘅芝士，送入烤箱。靜待溫度嘅魔法加持，芝士焗花蝦一定要趁熱先有香滑嘅口感。鮮活嘅花蝦鹽焗都係唔錯嘅選擇。花蝦去頭備用，粗鹽同香料炒熱，放蝦尾入去，再用粗鹽覆蓋，小火慢焗5分鐘。當蝦肉裏面嘅水分喺鑊蓋上凝聚成滴流落嚟嘅時候，蝦尾就焗好咗啦。鹽焗嘅蝦尾肉質緊實，又有啲脆感，鹹鮮香。剩低嘅蝦頭唔可以嘥，略略煎香之後，加入翻滾嘅粥水裏邊，幾秒鐘之後關火。蝦頭粥綿滑之中更增香甜，所有嘅美味都係聚會嘅號角。年例慶典正日，村裏面張燈結彩，周圍都充滿喜慶嘅氣氛。年例以前指嘅係朝廷俾官員嘅賞錢，而家就成為廣東粵西地區獨特嘅傳統節日。我哋今次嘅年例慶典活動咧，將會呈現一個400幾圍、5000人同食飯嘅盛大嘅宴席場景。有好多都好經典嘅，比如話呢款八寶飯。無雞不成宴啊，一定要有雞。呢個咧係用嚟煮人參湯嘅，呢啲就係攞嚟做炸子雞嘅。呢個係我哋吳村嘅特色手打嘅馬鮫魚丸。年例美食係主角之一，而美食海鮮係必不可少。每一枱有15道菜，其中有6道係海鮮嚟嘅。當然花蝦係唔可以少嘅。到場嘅所有領導、嘉賓、親朋好友，夜幕降臨，賓客陸續到齊，食年例正式開始。
隨住一味味菜式飛奔上台，鄉里鄉親間嘅氣氛越嚟越熱鬧。喺吳村，當煙花綻放於夜空，年例慶典就畫上咗圓滿嘅句號，大家就咁翻開新嘅一頁。